越野车正着竹林穿行，身后的竹子却突然动了起来，再一回头，前方也已经没路，他们无处可躲，直接撞向竹林。男人躲过一劫，异动的竹林也恢复如常。文武来这地方寻找一个神秘村落，据说拥有上古魔法和神兽，但他没有找到入口，却遇到一个戴无效口罩的拦路女人，两人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。让他诧异的是，自从1000年之前，他得到神秘武器石环，不光长生不老，还所向无敌。可是这个女人却4两拨千斤，她轻易就控制了石环，接着反向输出砸向文武，巨大的力量直接将他撞在树上。谁知这一撞就撞出个孩子，原来两人没有结仇，反而惺惺相惜，坠入爱河。文武在妻子的感化下卸下手上的石环，结束了近1000年的势力扩张和征服，选择陪伴妻子慢慢老去。但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妻子在几年后被仇家杀死，文武痛彻心扉，领着儿子上气找到仇家，重新戴上石环。他一拳就将麻将桌一分两半，释放石环将人打出窗外，抬手挡住对方的枪击，在上气面前亲手杀掉了仇家。从那以后，文武再次回归冷漠残暴，家不再是家。上气和妹妹开始被文武魔鬼式训练，直到少年时期，上气无法忍受父亲的冷漠，选择离家出走，做了一个普通门童。可是这天，上气突然在公车上被人抓住，对方开口就要抢他项链，那是母亲留下的遗物。上气瞬间怒了，抬手就是一拳将对方打倒，接着一顿噼里啪啦碰，惊得乘客现场开启了直播。刚解决几个人，身后又站起一个没手大侠，虽没手但有刀，还是店家热的。两人开始了现场切割公交车，公车贴地飞行。朋友见状只能抢过方向盘，在拐角处右转打死，甩掉了后半截车厢，这才惊险的摆脱打手。但项链还是被抢了。上气知道妹妹那里还有同样的项链，他必须马上去保护她。谁知来到妹妹留下的地址，上气却发现这里竟是一个地下决斗场。而此时，漫威的绿巨人和王全都跑过来客串，他绿色的小拳拳朝王狠狠砸下，疼得王龇牙咧嘴。切出完毕，王在空中画个圈圈，和绿巨人一起返回神殿。而上气刚找到妹妹，抢项链的坏人再次出现，又是一顿达拉崩巴碰。上气抬手就要杀掉坏人，就在这时，石环再次现世，将他摔倒一边。原来抢项链的正是他们的父亲文武。自从失去妻子，他变得神神叨叨，总觉得妻子在那个神秘村落召唤他。如今他已经找到进入村落的方法，正是妻子留下的这2条项链。他将2块宝石放在神龙的眼睛上，寻龙分金看缠山，一重缠是一重关，西凉胡地麻辣拌，毛豆不吃臭鸡蛋。一瞬间，神龙显灵，几人被直接包围，水柱不停变换形态，最终幻化出一片竹林。通往神秘村落的通道终于显现出来。文武打算3天后将那里夷为平地。儿子知道父亲疯魔，竭力反对，却被文武关进了密室中。而在这里，上气竟然发现一只没有脑袋的怪物。他爬到上气的脚下自我介绍，原来他是母亲的发小，他们都来自那个神秘村落，后来被文武关在这里，没办法回家。无脑小怪自告奋勇，打算提前带他们前往村落，查清事情的真相。他们一路飙车逃出父亲的地下通道，来到那片竹林，在小怪的一声令下钻了进去。可刚一进去，竹林再次疯狂合拢，打算吞噬汽车。小怪不断指挥他们急转弯，躲过一次次迷宫改道，在浩瀚的竹海中惊险前进。眼看尽头就在不远处，可是车速明显来不及了。终于逃出竹林，在一重高耸入云的瀑布下，他们穿越进入独立空间，眼前的一幕豁然开朗，几个人全部惊呆。这里简直就是中国的神话传说，漫天翱翔的火凤凰，栖息在山石之上的九尾狐。而车里的小怪也找到了同类，他们正是《山海经》中的神兽帝江。前方差点撞上的这只别致的马，竟然是麒麟。几人终于来到妈妈的故乡，这个神秘的村落。在这里，他们见到了自己的小姨，也终于得知神秘村落的真相。原来这个村落世代守护黑暗之门，保卫这个世界不被困在门后的恶魔伤害。而他们的父亲因为拥有强大的神器石环，恰好被恶魔盯上，蛊惑他前来打开恶魔之门。这么看来，阻止父亲更加势在必行。小姨带他们参观了村落的武器，竟然全是龙鳞制成。这个世上难道真的有神龙？3天后，父亲文武果然找到出口，成功进入村落。众人劝说他不要被恶魔蛊惑，可他依旧坚信是妻子在召唤他。谈不拢，众人只能大打出手。而上气也独自跑去阻止父亲，可是父亲的石环异常强大，上气试图用亲情换回父亲的神智。这句话却刺痛了文武，他握住上气的武器，将石环全部砸向儿子身上，紧接着又是一拳。
瞬间将他轰进湖里。与此同时，恶魔蛊惑的声音再次出现，文武来到恶魔之门面前，释放了十环的全部能量，朝门上轰击。一时间，大门震荡，一只摄魂怪从缝隙钻过来，朝着人群的方向扑去，瞬间就将一人的魂魄吸干，恐怖之极。文武的手下终于知道事情的严重，他们停止相互攻击，打算合力阻止恶魔之门的开启。而文武那边的轰击越来越激烈，大量的摄魂怪飞了出来，众人紧张地等待一场恶战。就在这时，湖面突然窜出一只远古神龙，朝天空的摄魂怪扑过去，而上气正骑在神龙的头顶。原来上气被父亲打进湖底，就在快要死去之时，突然觉醒了罕见的神龙之力。他的眼前出现一只巨大的龙头，神龙驮着上气冲出湖面，在天空不断吞噬噬魂怪。无奈数量巨大，众人只能视死如归，加入战斗。一旦被噬魂怪吸走魂魄，他就会将魂魄带回恶魔之门，供那只恶魔吸收。等他补充好能量，就是破门而出的时候。上气骑着神龙来到黑暗之门，将正在轰击的父亲打飞老远。父亲将十环挥舞成鞭子砸向上气，却被上气用太极的招式卸下，最终竟然成功留下五环环绕在身。父子俩一人五环，开启了终极对决。拿着五环的上气战力明显飙升，他拎起父亲扔向巨石，紧接着又飞起一脚。文武将仅剩的五环砸入地下，快速朝上气汹涌扑去。十环汇聚，在文武的操控下，上气被直接轰进黑暗中。可是很快，他彻底控制了完整的十环，发起最后的反攻，准备结束父亲的暴力。可他还是将十环扔回了父亲。不管怎样，那都是父亲，他无法对他狠心。就在这时，门后的恶魔终于蓄好能力，破门而出。他扑向上气，却被父亲推开，自己被恶魔抓到空中。直到这时，文武的眼神终于恢复清明，他眼神里充满父爱，看着儿子，却始终没有说出一个字。眼看魂魄就要被吸走，他放开双手，将神器十环全部传给上气，选择自此死去，为犯下的错赎罪。上气来不及悲伤，就要面对眼前的恶魔。神龙及时赶到，跟恶魔战斗在一起。他在水里将恶魔缠住，不让他靠近村落。但是噬魂怪不断杀人，将魂魄填进恶魔口中，他变得越来越强，直接冲出了枷锁，一把抓住神龙的脑袋，开始吸取他的魂魄。妹妹也被触须缠住，眼看就要被恶魔吞噬。就在这时，一箭飞来，直接射穿恶魔的喉咙，正是上气的朋友。神龙再次施展神威，将恶魔死死缠住。上气趁机来到恶魔身上，将十环全部打入恶魔的心脏后，反向升空。十环在恶魔的体内快速运动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内脏被全部搅烂，直到最后一刻，从恶魔的内部发出能量爆炸，瞬间将恶魔炸成了残肢碎片。一场危机终于彻底解除，父母一代的恩怨也随着父亲的死去烟消云散。神秘的村落虽然死伤惨重，但他们依旧会陪伴神龙，继续守护黑暗之门。上气和朋友再次回归正常生活。就在这时，传送圈圈再次出现。喂，上气。上气！隔壁老王找他去复仇者联盟上班了。这就是新一代的亚裔漫威英雄上气。作为开启漫威新篇章的头阵电影，上气算是重中之重。而上古神器十环现世，甚至惊动了远在外宇宙的惊奇队长班纳博士。发现十环的内部似乎一直在向外传递某种信号。不久的将来，充满神秘的十环会在漫威宇宙大放异彩。